在我头顶上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和红外望远镜 GTC。为了拍这期视频，我来到了西班牙拉泡马。由于全天晴天率高、极好的大气湿凝度以及政府对暗夜的保护，使得这里成为了世界顶级的观星地点。在我身后的这片山头上呢，遍布了差不多有10多个天文台，然后来自于不同国家，然后用于不同科研的目的。比如说，在我身后最左侧，然后最远端比较大的那个天文台呢，白色的那个穹顶，圆形穹顶呢，那是 William Herschel 天文台。然后再往近端看呢，你会看到有这个几个特别特殊，然后有一个镜面裸露在外面的天文台。这样的这个望远镜呢，其实叫 Cherenkov Telescope， 然后它的这个科学研究方向呢是研究这个宇宙中的伽马射线，但是它探测的方式呢特别特殊，然后它是探测这个来自这个空气中的 Cherenkov Light。当然有这个其中几个天文台、几个这个天文望远镜设备呢，也是我同事，然后一直在用的设备，包括那边还有一个小的天文台，是我之前的老师然后建造的。一会儿带你们一块儿去过去看一下。像是 Cherenkov 这类的望远镜，它并不是直接探测遥远天体发出来的光，来自宇宙中一些极端的天体发射出来的高能伽马射线，在撞击到地球大气层后呢，会产生很多刺激粒子。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 air shower。其中一些带电粒子，它的速度会快于空气中的光速，于是就会产生 Cherenkov Light。这非常像是超音速后产生的音爆，产生的这些光会照到 Cherenkov 望远镜的镜面上，从而反射到探测器中。科学家们对这些信号进行处理，然后会反向重构出这条来自于宇宙极端天体发射出来的高能伽马射线。像我这次去到这里，一共有4台这样的 Cherenkov 望远镜，一台叫 LST， 一台叫 FACT， 还有2台 Magic。它们隶属于不同的机构，建造时间和使用的硬件略有不同，不过都是对高能天体进行研究。你们看，在这个视频正前方的这个望远镜呢，就叫这个 LST。它其实是属于 CTA 的一部分，也就是 Cherenkov Telescope Array， 切伦克夫望远镜阵列。这就是望远镜的这个主镜了。你会看到它的主镜呢是由多个小的这个镜面组成的，而且这个小的镜面呢是一个6角的镜面。宇宙射线呢会用右侧打到它的主镜上，然后通过主镜呢再反弹到位于这个脚手架上面这个探测器。当然，这个探测器并不是固定在这个脚手架上啊，它的这个会随着这个望远镜的主镜是移动的。你们看，这有2根这个支撑杆，然后就是固定探测器的。那这个探测器上呢有这个感光的设备，然后每一个镜面，这里的每一个镜面呢都会对准一个感光的探测器，包括他们也会这个校正镜面，然后以确保这个镜面呢是完全对准这些探测设备的。你会看到在这里也在修建更多的望远镜，之后会与 LST 组成阵列探测模式。那在 LST 这台望远镜旁边是 FACT 望远镜，它也是我之前在 ETH 的老师负责参与建造的。这台望远镜使用了更先进的探测器，不过目前呢还是处于原型试验阶段。很好，然后它把这个探测器的这个shutter， 也就是快门打开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探测器内部的样子。有个蜂窝状的结构，然后呢，这个蜂窝状的结构呢，就是用来接收这些镜面反射过来的这个 Cherenkov Light 了。最远端的2台就是 Magic 望远镜了，其中一台已经服役了20年之久。如果你仔细看它的主镜，会发现当时还在使用的是方形的镜面，现在大多数的设备呢，已经替换成了更高效的6角镜面了。在这个角度呢，正好可以看到它的探测器，也就是镜面上白色的部分。夜晚观测的时候，探测器会打开它的快门，也就是图片里面这个样子。这就是探测 Cherenkov Light 设备了，它其实就是光电倍增管。Magic 的探测器是由1000多枚这样的光电倍增管组成的，由光电倍增管产生的模拟信号会输入到这个叫 FADC 的设备中，它的作用呢，就是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这是一块 Magic 的镜面，我们到它的背后来看一下。
你会看到背后的这些机械结构呢，就是负责调整镜面角度的仪器了，用于进行设备的对焦。在看完了 Magic 望远镜之后，我们再来参观一下这台非常著名的光学和红外望远镜 GTC 加纳利大型望远镜。哇，这个是穹顶的开关，有点酷啊。10.4米的主镜使它成为了目前世界上第一大的光学望远镜。如果你仔细看它的镜面的话，会发现这个10米的主镜并不是一体成型的，它是由36个六角镜面拼接而成的。而我面前呢，正好有一块 GTC 的镜面，你可以比较一下它有多大了。这种拼接镜面的好处呢，不光在于降低了建造大型镜面的难度，同时呢，它也用上了自适应光学技术。那通过微调各个镜面的角度，可以去抵消掉大气扰动对观测目标的影响。来自遥远的星光会首先射到主镜的镜面上，然后反射到这块1米的次级镜面上。次级镜面会把光传到中央黑色的筒状结构内。你看这个黑色筒状结构，它的底部是有开孔的，那它就负责将光线导向给不同的探测器。比如说两边架子上就是不同的探测设备了。如果你仔细看顶端，其实顶端呢预留了多个用于不同探测器的孔位，包括这个主镜的后方有一台蓝色的设备，它是一台近红外和多目标摄谱仪。在夜晚运行之前，首先会打开穹顶的窗口，确保室外和望远镜内部的温度是一致的，避免了热空气对探测的扰动。然后呢，就是等待夜幕降临，开始天文观测了。今天聊的这2类望远镜啊，都挺有特点的。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去探测高能伽马射线，而是要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去研究高能天体呢？这主要是因为地球大气对高能射线的阻挡。那如果你观测的是红外波段呢，也会有大气的吸收。所以对于某些研究来说呢，在地球上进行观测呢，是有固有的一定的限制的。那正是因为这些限制呢，我们才需要将目光投向太空。这个就是影石 Insta360在23年初发射的卫星设备了，上面搭载了2部全景相机，同时对太空和地球进行观测拍摄。全景相机呢是通过2个或者是多个鱼眼镜头呢拼接所拍摄的画面，形成全景的效果。拍摄一张照片呢，就可以覆盖卫星周围的环境了。同时有了全景相机呢，你还可以做一些非常酷的事情，类似于 VR 视频，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宇宙。作为正在参与太空项目的我来说呢，我其实非常明白拍摄出来这些好看的画面所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联系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张女士，让她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都克服了一些什么困难。太空的环境是非常苛刻的，首先是耐极热跟极寒。我们的相机相当于要在热带跟两极之间来回穿梭，有光照的地方温度有60多度，然后没有光照的地方也是零下30-40度，它的温差变化是比较大的。环境是完全真空的，而且我们运行的轨道是在这个大气层之上，这样子太空里面一些高能的粒子是没法被大气层给过滤掉的，然后它就会直接抵达我们的机身。然后如果这个粒子打在芯片上面之后，它会造成芯片里面这个存储设备的01翻转，这可能就会让这个程序产生一个错误。如果是打到这个程序的主干上面，那你这个可能就恢复不了了。火箭在发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它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震动嘛，就是在这一段的这个震动的这个加速度可能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要在设计里面考虑到这个抗震的这一块的设计。当我们回看人类给地球所拍摄的这些影像的时候，我发现把整颗地球拍摄到一张画面里来，其实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的。我指的并不是把整个地球的这个半球拍摄到一张画面里来，而仅仅是将你所看到的这个地平线以内的这个区域拍摄完整。于是呢，我就打开了 Blender 建了个模。
那如果这是一颗地球的话，那么位于400公里高度飞行的卫星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因为它怎么离着地球是这么近的距离啊？那这个高度对应的地平线的半径呢，大约是在2000公里左右。如果卫星使用的是50毫米或者是24毫米焦段的相机呢，仅仅只能拍摄到整个山东的区域。倾斜相机的角度呢，会拍摄到更大的区域，但是还是无法框住整个地球。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全景相机的优势了，一次拍摄就能覆盖整个地球和星空。对于这样的太空全景卫星呢，其实在科研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完全可以成为全天的预警系统，有很多的天文事件都会导致天体亮度的变化，比如说超新星爆发啊、引力微透镜事件啊，或者是系外行星凌日。这些事件呢，可能会持续数个月，也可能会持续几分钟。所以尽早探测到这些现象呢，有助于我们对其背后天体物理机制的研究。全景相机几十分钟就能完成一次巡天观测，对全天区进行监测，而且没有大气的影响，这是地面设备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假如发现了亮度变化事件，可以将预警信息立刻传回到地面，通过地面的大型设备呢来进行后期的跟踪观测。没有了大气的扰动，在太空中就能拍出来锐度更高的图像了。而我自己参与的欧几里得太空望远镜项目呢，正是借助了这些高分辨率、高解析度的照片，对全天星系进行巡天扫描，从而去探知宇宙关于暗能量的秘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然后来到了拉波马，和大家聊了聊地面的这些望远镜设备，以及呢带大家去飞向了太空，看了这个太空中的卫星，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太空望远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天文或者是研究宇宙更感兴趣一点呢？好吧，这期视频就这样吧。然后如果你喜欢物理，喜欢天文，别忘加关注。我是宇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